无羡瘫在净室玄关地板，仰头看天花板。房梁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木头。魏无羡不懂装修，只知道楠木椅子不够屁股，反正这房梁挺直的。魏无羡翻了半个身，歪头继续看天花板。柱子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木头。魏无羡不懂装修，蓝氏的柱子上是刻了诗句的，还鎏金，各种程度上都逼格满满加铺张浪费。净室这边则看上去低调很多，柱子上阴刻了各种什么龙胆花竹子之类的玩意，没上色，但是喷了香。韩光君喜欢香喷喷，净室的各种地方都熏了各种够好闻又不呛鼻子的香，贵得很，比金子还贵。各种程度上，净室比蓝氏更逼格满满加铺张浪费。魏无羡再翻半个身，侧头看鞋柜。鞋柜不知道谁发明的。魏无羡不懂装修，蔓延了整个玄关的墙壁，一直够到天花板边上，浮夸，真的浮夸。但是这东西很有用，因为韩光君鞋子多，虽然每双鞋在魏无羡眼里都一毛一样，只有放到鼻子底下仔细看才知道花纹图案不一样，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憨批啊，不对，怎样讲究的人才会花大价钱去收集或者定制100双乍一眼没区别的鞋。爱鞋党真是令人费解。当然了，韩光君的鞋不臭。首先韩光君辟谷高手，没啥新陈代谢，其次韩光君拿香水泡脚，最后韩光君拿香水泡鞋，所以这一墙壁的鞋成本还要加上香水。魏无羡又翻了个身，这回后脑勺朝上了。地板也挺香的。竟是有地暖，地暖也是熏香。之前魏无羡刚作为小年轻回云深不知处时，还问过泽无君，云深不知处没以前香喷喷了，是不是付之一炬之后没以前讲究了？然后被震惊的泽无君压着去看了病，发现莫玄羽有鼻炎，嗅觉失灵的那种，于是当然是努力治疗。蓝忘机每天督促着魏无羡，又是吃药又是熏药又是按摩又是调理，鼻炎这玩意儿真心折腾。可是咋治都没用，蓝忘机也没有办法。后来魏无羡自己在山下碰上一赤脚医生，试了他的祖传偏方，哎嘿，竟然瞬间有效，他能闻见东西了。用了特效药，回山再继续调理。魏无羡自己觉得他应该是离痊愈不远了，因为他每一天闻到的熏香味儿都比前一天更浓郁。这时候韩光君终于回来了。韩光君推开门，一低头就看到了脸向下瘫在玄关的道侣。蓝忘机弯下腰，把人提溜起来，很认真地说：魏婴会窒息的。道侣被他拥在怀里，姑苏纺织天下闻名，上好的绸缎与苏绣肤感极佳，再配合着韩光君今天熏衣服的皂香，魏无羡半张脸被埋进这奢华中。他努力歪过头，把嘴鼻挪出来，然后对着空气打了个喷嚏。蓝忘机关怀道：风寒，鼻炎。魏无羡缩了缩鼻子，嗡嗡说道：战战啊，你有鼻炎吗？蓝忘机寻思，大概是鼻炎患者魏婴想要有个伴儿，于是顺着道侣说道：你说有，我就有。魏无羡瘪嘴，没继续这个话题，反手抱住蓝忘机道：等你很久了，走，去吃饭。然后就拉着蓝忘机出门了。云深不知处最近新开了一个餐厅，考虑到蓝家学堂名声太大，学生众多，五湖四海各族人士皆愿意付钱送孩子来云深不知处学习，就连仙门之外的普通人家也向往来这里读书，于是餐饮就成了个问题。主要就是因为云深不知处热爱吃树皮，吃的各家学生面如菜色，营养不良，不得不在知识和生命中做出抉择。常言道，生命诚可贵，饮食价更高，若为学习故，二者均可抛。众多求学心切的学子们便嚼着树皮勉强度日。但是前几个月，几个学生学习遇见的时候太饿了，在空中饿晕了，现场表演一个倒栽葱，上空20丈的那种，差点出人命。因此在叶列卫教授的主持下，云深大餐厅开业了，有炸鸡，有烤鸭，有烤鱼，有火锅，芜湖起飞。魏无羡深爱着火锅，食材丰富，还有鸳鸯锅，能同时满足她和她老公2个人的口味，因此这1个月望羡天天吃火锅。走到包间叫了个鸳鸯锅，一边猪肚鸡，一边加倍麻辣，再喊了5斤香辣小龙虾，夫妇要开饭了。等水开的时候，蓝忘机提议：
明日换个口味。魏无羡一边撕娃娃菜一边点头。好呀，去吃烤鱼吧，分开烤，我香辣，你蒜香。蓝忘机没反对，低头拿茶水烫碗筷。魏无羡撕完娃娃菜，起身去拿酱料，牛肉酱加小米椒，再来一勺蒜泥，一勺香油，末了撒上一大把香菜，心满意足地回到座位。蓝忘机接着也去拿了一碟花生酱，然后水开了，二人开始涮牛舌毛肚、上脑肥牛腱子肉，最后魏无羡还叫了一份猪脑，丢进辣锅里，眼巴巴地等猪脑熟。蓝忘机则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红糖糍粑。等吃饱喝足，二人走出餐厅，蓝忘机道：你若喜欢牛肉锅，明天可以下山去试试潮汕牛肉锅。魏无羡猛摇头：太淡了，太淡了，比你们江浙菜还淡，还只有沙茶酱。于是蓝忘机不再坚持，二人牵手同行，慢吞吞踱回净室。一路上各路弟子对着二人行礼，背后此起彼伏响起学生们兴奋的八卦：大佬又吃火锅了呀？火锅好吃吗？真有钱啊！如此云云。魏无羡不忍心告诉那帮恰柠檬的弟子，韩光君在云深吃饭不要钱，他们每天都在白嫖牛肉锅。回到净室，天色不早不晚，蓝忘机忽然毫无预兆地冒出一句：今日你没点金针菇。饶是脸皮厚如魏无羡，听到这话也忍不住老脸一红，可两声摆手道：戒了戒了，垃圾莫选语，什么破肠胃。之前某次晚上做运动，因为某些原因差点击碎了韩光君的三观。蓝忘机体贴地掏出一叠纸，不是写字的那种纸，而是那个的纸，放在鞋柜旁，拍拍魏无羡：方便拿，随时去。魏无羡阿巴阿巴阿巴。接着二人就去泡澡了。定做的浴缸，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木头。魏无羡不懂装修，反正够厚够保温，容积还够大，能摆各种姿势，非常惬意。唯一让魏无羡头皮发麻的点，就是最近韩光君突然爱上了薰衣草味浴盐，每次浴缸运动到一半，魏无羡就被熏得嘤嘤嘤。沐浴完毕，回房做运动，套用最近很红的一段描述，那某某和某某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，魏无羡被一套组合拳伺候的呀，完事睡觉，觉得这一天天过的呀，可真有意义。这就是已婚夫妇的幸福生活吧。结果魏无羡半夜惊醒了，艾玛肚子疼，摸到玄关，拿一摞纸，小跑去茅厕。垃圾莫选语，什么破肠胃。他半睁着一双睡眼朦胧的眼睛，迷迷糊糊蹲下，心里寻思：明天烤鱼要不换13香吧，连续几天香辣麻辣各种辣，舌头受得了，屁屁受不了了。过了一炷香，魏无羡心满意足地蹦跶回净室，刚一开门，被熏香熏得差点昏厥过去。待久了还不觉得，所谓久居那啥不闻那啥，可这猛然从茅厕到净室，反差之大，令人晕倒。魏无羡在玄关蹲了好久，才总算适应了这香味，颤颤巍巍站起来，抹抹眼泪，寻思着要不要想办法把鼻炎弄回来，不然他迟早要被熏死。可是这熏香是不是风格变了？以前净室熏香是这种霸道的路线吗？亦或是说他鼻炎的治疗效果好过头了？第二天，魏无羡去藏书阁还书，他之前借了几本冷门书，什么《山海经新解》《符传妙用》《如何逆尸变》《5座速成手册》云，到期了，该还了。在管理员这边登记的时候，魏无羡在借书名单上看到了自家道侣的名字。韩光君借书不奇怪，这藏书阁大到3000，韩光君至少借过1500，别说什么道法术法了，韩光君甚至会借菜谱和种菜指南。最近他还计划把净室后头的竹林砍掉一片，种娃娃菜。可是这几本书确实有些离奇。韩光君借了《西域香料大全》《熏香制法与法兰西13香》，此处的香自然不是八角大料这种香，是在净室里越来越过分的那种香。魏无羡觉得脑壳一疼，倒吸一口冷气，问管理员道：我老公最近在研究制香。管理员头发花白，眼神老花，还有点耳背。魏无羡语毕，管理员先是掏了掏耳朵，随后大声反问：你老公啥人啊？魏无羡也大声回答：我老公韩光君呀。管理员嗷嗷地点头，再大声回道：
我孙媳妇在云深不知处绣坊做生活的呀。哈？啊，那挺好啊。最近单子老多了。魏无羡开始走神，收入也增加了吧？韩光君天天要做新衣裳的呀。那挺好。魏无羡回神了，要一天就做好的呀。明早要穿的呀一纲，要有暗纹，要料子好，要寓意好。韩光君，听阔。魏无羡没搭腔，在心里回忆自家老公最近的衣服啊，莫非他每天都穿新衣服？完全没发现啊，今天的衣服和昨天的也没区别啊。难道蓝湛无聊到每天都做一样的衣服，第二天穿？做的新衣裳还要求一模一样的呀？韩光君是不是每天用新衣裳练剪指甲？您知道韩光俊是谁吗？我晓得呀，我们老板呀。魏无羡放下了登记册和借书单，火速溜了。跑回静室，蓝忘机还没回来，魏无羡噔噔噔冲进房间，拉开衣橱，竟是空的。咦，今早还有衣服的呀？魏无羡还想再研究研究，但是衣橱的熏香快把他熏吐了，这也太浓了。他晕头巴脑地关上柜门，跑到庭院喘口气，喘了一会儿，想起管理员的话，决定亲自去绣房看看。可他是个大路痴，找了半天没找着绣房，却莫名其妙摸到了云深后门，便顺便下了个山。再回到静室的时候，蓝忘机已经回来了。蓝忘机放下手里的西域香料大全，看向道侣：吃饭，烤鱼。魏无羡没回答，冲到蓝忘机跟前，他手里握了2根黑棒棒，一把把手里的黑棒棒塞进了蓝忘机的鼻孔里。蓝忘机不敢动。特效药啊！蓝忘机鼻子不通气，满头问号。什么东西？然后魏无羡把黑棒棒拔出来，放到了道侣手里，他眼里亮闪闪的，竟有泪水，也不知道是太过激动，还是房间内太香把他熏哭。他大声说：战，吸气。蓝忘机疑惑地吸了口气，然后脸色迅速一片惨白。啊！蓝忘机喃喃低语：好香啊！韩光俊确实也有鼻炎，还好山下的赤脚医生还在，阿弥陀佛，呜呜呜。魏无羡抱住老公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这段时间被熏得头脑发胀，这下总算是好了。二人一起开窗通风，甚至捏诀造风，乌烟瘴气的静室总算不那么可怕了。魏无羡瘫在玄关，一脸感动，看着蓝忘机把鞋柜里的鞋一双一双拿出来晒，随口问道：为何最近突然研究熏香？就算韩光君也嗅觉不佳，可之前30年一直没啥奇怪行动，这几天是怎么了？蓝忘机停止了忙碌，转过头直视魏无羡，一双琉璃色的眼睛不灵不灵。魏无羡一时有些慌，咋了这是？蓝忘机丢下了手里的鞋，拉着魏无羡往外走。一路走，最后在一个院子前停了下来。魏无羡抬头一看牌匾，竟是他没找着的绣房。走进绣房，正如管理员所言，绣女们确实集体面如菜色狂干新衣，可新衣中除了有韩光君的白色衣服，竟然也有魏无羡的黑色衣服。魏无羡一脸懵逼，蓝忘机缓缓说道：这几日我们每天都穿的新衣服。魏无羡傻了，不仅是蓝湛，他也是。所以他的旧衣服去哪里了？这一切又是为什么？蓝忘机没解释，拉着他出了绣房，走到了隔壁的浣衣局。浣衣女们同样集体面如菜色，忙碌不已，满院子里堆着的衣物竟然一大半是望羡的衣服。蓝忘机道：穿了一天的衣服就来了这里。怪不得衣橱里没衣服，原来早上他们穿新衣服，待他离开了房间，旧的就来了这里。可这究竟是为什么？魏无羡觉得脑壳疼，莫非自家老公失心疯了？突然蓝忘机猛一个转身，从怀中掏出了方才的黑棒棒，把黑棒棒塞进了魏无羡的鼻孔里。这莫非就是自家老公的真正身份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是你，慕容汪姬。然后透过黑棒棒与鼻子间的缝隙，他闻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、铺天盖地的、挥之不去的辣锅的气味。难闻，确实难闻，比丧心病狂的熏香更令人窒息，沾哪儿被污染。仔细一看，浣衣女们面如菜色，似乎并不全是因为工作太忙。所以说，天作之合望羡各自拥有奇怪的鼻炎，蓝忘机闻不到熏香，魏无羡闻不到万物，
差一次棒棒只能解决一个问题。蓝忘机拨弄了一下黑棒棒，魏无羡觉得鼻孔一阵痒。蓝忘机问：今晚还吃烤鱼吗？魏无羡心虚地观察老公的脸，莫名觉得这张面瘫脸上似乎隐藏着一丝委屈。魏无羡拔出了黑棒棒，弱弱道：我们去吃潮汕牛肉锅吧。点击订阅，按赞，留言，打赏，欢迎扫码加入本频道会员。